我很胖，想瘦身，听说抽脂是不用运动就可以瘦啦。这是一个缪斯跟大家讲一件事，很多人都以为说我抽完以后我是不是体重可以少很多？对不起，就算你今天抽了1万啊，但我们正常人是不会去抽1万的。你今天抽了1万毫升好了，你体重是不可能减10公斤的，因为油脂肪它很轻。一大坨脂肪，它的重量就只有几克，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人都以为抽脂就等于瘦身。不是，抽脂是塑身，以前都叫抽脂，现在我们因为更先进的抽脂技术，还有这个超音波，所以我们已经把抽脂演变成叫做体雕，就是身体的雕塑。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做到腰线，你的曲线想要更明显，我们雕得出来，或者是你的这个大腿，你甚至要有一种运动员的那种健美感，我们雕得出来。你希望有马甲线你希望有一点腹肌不要太夸张的你要做这种自然感的，我们雕得出来。问题是雕到这样，你体重不会明显下降，所以塑身体雕抽脂并不等于减重。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不过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缪斯，的确有研究发现，抽完脂以后，对一些人他的高血压或是血脂吧，的确有改善。其实我觉得抽脂只要医师懂方法对，某个程度上我觉得它对健康是有帮助的。抽完脂复胖几率很低，所以我可以继续大吃大喝。好，我跟大家讲，这也是一个不对的观念。抽完脂以后，尤其是前面大概1个月的时候，千万不要大吃大喝。做完头1个月大吃大喝是最容易复胖。因为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发出了一个讯号 ，I'm hungry， 我很饿，还有它御寒的皮带变薄了，还有它抵抗外来攻击的皮衣变薄了。你这个时候能量一进来，对，它就本来你那些抽掉的地方，它赶快就叭叭叭叭把这些能量就吸收进来，重新制造出脂肪。抽不够可以再抽第2次、第3次吗？最多可以抽几次？其实是这样的，你抽比较多的时候，后面会比较不好抽。但是如果你抽不够，或是你有复胖，是可以再抽的。大部分就是小范围抽个7、8次、8、9次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大范围的抽脂班3、4次、4、5次，如果你搭配一些工具，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很好用，就是我刚刚说的超音波，超音波可以把这些纤维化或者把这些硬化组织呢，比较容易把它分离开来。所以搭配超音波，其实你做过的话，其实还是蛮好做的。那抽脂完过后皮会不会变松？好，身体的皮下脂肪也有分浅层跟深层。深层的皮下脂肪抽太多，它可能会松；可是浅层的皮下脂肪抽的时候，因为靠近真皮抽的时候，它反而会变得比较紧、比较硬。我们常常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在抽脂的时候，故意腹肌这个地方抽得非常浅，抽到皮下，然后一开始局部摸起来会硬硬的，后面慢慢变得越来越自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变得是很紧的一个部分贴在腹肌上面，就是造成马甲线。所以在抽脂的时候，我们会运用一些技巧，在某些部位会故意抽得比较浅，让它收紧。那抽浅层这个地方，它需要技术跟经验，你没有抽好容易凹凸不平，还可以搭配一些仪器的使用，像搭配超音波的时候，这样再去容易变的时候，它比较不会橘皮，而且它术后皮也会比较紧。再来就是术后，像我们诊所会搭配 Swing Mask， 它可以协助体雕跟减肤的仪器。对于一些皮肤比较松的人，这样一起用的话，就会大幅改善这个状况。抽脂是永久的吗？好问题，基本上如果你的体重没有什么大幅度的变化，它的确可以维持非常的久。如果你抽完脂继续大吃大喝，对不起，脂肪是有可能会再生的。抽腿一次可以达到效果吗？可以啊，大部分的人一次就可以达到效果。不过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第一个，如果你腿本来是非常粗的，如果一下子噗会松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分成，就是先抽前面，再抽后面，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收紧，再做第2次，这样他之后就不会一下皮太松。这是第一个状况。第二个状况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一起抽，可是有时候如果本来你脂肪太多，我们这样抽很多的时候，影响到淋巴的引流，它肿的时间会比较久，因为分2次，比如第1次先做后面，或者是先做前面，好，然后隔一阵子之后再做另外一半。那基本上隔天上班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走路会慢一点，不可能像平常那样跑跑跳跳，但是还是可以正常的工作。再者是因为他只做了一半，他另外一半
还可以有正常的排水、淋巴排除这些废物的功能，所以它总会消得比较快。我讲这些意思是说，基本上你要一直做完是可以的啊，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本来太胖，或者是你想要缩短恢复期，或者是你想要可以快一点回到工作岗位，你可以把它分次做，这样也是可以的。不好，就要来打破喽。好，来喽！哇，谢谢大家，拜拜。Hello， 又到了这个礼拜三打破医美缪斯的时间。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来，第一题，想要让脸变小变 V， 把脂肪抽掉就好了吗？想要让脸变小变 V， 把脂肪抽掉就好。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超常遇到的。礼拜一我遇到一个客人，他就是有这样的问题。之前他有去抽那个假脂垫，抽完假脂垫，因为他以前就婴儿肥，所以他想要脸变 V， 然后他就从嘴巴里面去把这个假脂垫抽掉。然后他刚抽完之后，真的脸变小了，他觉得不错，很明显。可是大概抽完那8个月的时候，他朋友就跟他说，奇怪，你怎么这个地方凹不下去，然后这里反而变得更明显？他以前是那个婴儿肥就是这样子，是可爱的，但脸比较圆。他为想要变 V， 从嘴巴里面去拿假脂垫，结果是变成这里多2块，这里是凹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题目很有意思。我们如果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题目的话，好，我们脸上的脂肪分2层。我常在讲，我们脸分成浅层、中层跟深层。浅层就是皮肤跟皮下脂肪，中间那一层是筋膜，深层呢就是底下的筋膜室还有深层脂肪垫。如果比喻成浅层就是地毯，中间一层是地板，深层是地基。听清楚这个比喻是很重要。浅层的脂肪叫皮下脂肪，深层的脂肪叫做脂肪垫，假脂垫，它有一个垫了。当然是深层的脂肪，所以我们从嘴巴里面去拿。为什么我们人会嘟嘟？你看每个小孩子婴儿肥，为什么他嘟嘟很可爱？就是因为这个假脂垫它是深层的脂肪垫，它在小的时候，这个假脂垫它会很肥厚。为什么它很肥厚？因为你肥厚的状况下，你要吸奶嘴什么的时候，你只要轻轻就会脑吸，里面空间比较小嘛，因为胖嘟嘟的嘛，你这边脸颊没有胖嘟嘟的空间大，你是不是要吸很用力才可以制造负压？所以它是在演化过程中为了帮助小 baby 他们喝吸东西方便，所以假脂垫比较大。那随着年龄，大部分人这个假脂垫它会慢慢变小，会萎缩一些，就没有那样子婴儿肥。那有些人他的假脂垫还是很肥厚，这个假脂垫呢，它比较肥厚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他脸不够 V， 就会用一个传统的术式，这个叫barcode-lipectomy，意思是说从嘴巴里面拿假脂垫。我们现在其实在有些研究，这个假脂垫它跟你想的不一样，它不是只有这里有一块假脂垫，它往上会通到太阳穴里面，嘴巴里面深处会好，这个里面它是一个这样子形状的一个立方的，不是一块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脂肪垫。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抽出来的时候，你脸变小了，可是事实上你抽的过程中，你也会把它从其他地方抽过来，而且因为你去拉它，它就有点松动，造成它上面的一些小韧带，假脂垫上面有4条小韧带，如果你抽太多脂肪垫出来的时候，会造成这个韧带的松动，这就会造成说一开始你会觉得脸变小，但是后面你的这个地基被影响了，它就会垮得更快。所以如果你脸要变 V， 拿假脂垫，我们什么状况会拿？是真的很肥厚很胖，我们真的需要拿掉一些，让它体积变小，不然绝对不是单靠假脂垫拿掉就是可以变 V 的，因为它很可能之后反而因为你地基松动了，反而造成它垂得更快，垂得更快就这样，这里掉下来，这里凹下去，这里凹下去因为被你拿掉，这里掉下来是因为你在扯动的时候把其他地方扯下来，所以拿脂肪，光拿脂肪脸会不会变 V？其实不是这样，另外一个状况，拿脂肪是拿皮下脂肪，抽皮下脂肪，抽皮下脂肪也会不会让脸变小？也会啊，就像我们身体抽脂嘛，大腿抽脂腿会变细，会嘛？肚子抽脂腰会不会变细？会嘛？手抽脂手会不会变细？会嘛？手背也会跟着变细啊，但是脸抽脂脸会变小，也会。可是要注意一件事，我们脸当它脂肪抽多的时候，它当然就像身体，如果一下脂肪抽多的时候，它会变少，会跟身体有一个地方不太一样。我们身体的脂肪是你抽多的时候，你的就像气球胀得满满的时候很有弹性，气球萎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松松的？可以理解吗？身体都是这样子，很容易理解嘛。可是脸又有点不一样，脸有很多的韧带，大家都知道。那这个韧带它就是像从这个地基我们那个一栋大楼地基上面会有什么柱子，然后柱子通过地板，然后再往上。只是这个脸上的这个柱子，它到了我们的这个表皮的时候，它不是一根柱子而已，它是会分散开来，像树枝一样分散开来去抓住这个皮肤。我们脸的皮下脂肪里面有很多像树枝一样，它不是韧带，它是一些韧带的小分支去抓住我们的脸。当我们在抽脂的过程中，单纯的脸部抽脂很容易就是说你抽完以后，你那个树枝你抽过它怎么样，会造成那个小树枝会松开，所以它不是说你抽多它会松，你抽这个动作就有可能会造成脸皮的松。所以我都会强烈建议如果你脸部要变小，你在做抽脂的时候你要搭配用线，而且这个线它一定要是环状。我们脸部溶脂完以后，假设你看这个是表皮上面很多的这个小支柱，我们溶脂完以后，你用线在这里面用一个环状的方式一拉，你的皮就会贴紧在底下的组织，这样既可以达到怎么样，你脸变小，然后脸皮又不会松的
目的。我常常有时候跟客人讲，你要脸变小要抽脂没问题，我会帮你用，但是如果你要更紧，我都会希望搭配线，这样可以做完又紧又小。OK，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常常客人也会问我这个问题，可是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猫腻在。那我们第二题，嘴边肉是脂肪问题，但是有人抽脂后脸型没有变尖，反而变 W 脸。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你这个问题应该是根据那天那个客人来问的问题把它写上来的嘛。他就是，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好，这个他把这个里面的假脂垫从嘴巴里面一抽，抽完之后一开始看到它会变小，可是隔一阵子以后，那个抽掉这个地方凹了，但是其他被抽下来的假脂垫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叫 W？ 这个 W 形容的很好，没有？本来你要是一个 V 是这样啊，但是后来是变成这样子2块 W。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刚刚已经回答了，就是说我们在抽脂要看你抽浅层或深层。那很多人都是从口腔里面抽深层，其实要注意，抽多了不是好事啊。因为假脂垫对于我们的脸颊而言，我们的脸颊你自己摸，我们脸上任何一个地方下面都有骨头支撑，可是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假脂垫。你去松动的假脂垫，它本来是有4条韧带去固定，你去松动它的时候，它可能这个地基就会被你影响到。好，再来。好，下一题，每次笑起来苹果肌都会鼓一大块，听说苹果肌无法透过抽脂变小，是真的吗？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首先要讲的是苹果肌是什么？对，小白金，这是苹果肌，愿意给大家看一下吗？这是苹果肌，咚，不好意思摸一下这就是苹果肌。苹果肌我们在看的时候其实东方人很喜欢苹果肌，就是这一区看清楚我们一般笔可以记住苹果肌在这一颧骨是这个我们中文上面这样说，中文的脸颊指的是这 cheek， 英文叫 cheek， 脸颊在这。可是呢，这个中文叫颧骨是这，但英文是 cheekbone，cheek 在这，但是 cheekbone 就在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我们很多国外来的客人有的时候他会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中文在讲这个跟英文上面像平常日常的口语会有点混乱。这个我们一般讲的苹果肌在这一区，一般讲的苹果肌在这一区。那所以如果我们一般讲这一区，就是讲 mother area 在这个地方。可是呢，这个 mother area 指的又是这个地方，所以很好玩，有好几个地方它的这个英文跟中文其实会有点不一样，会让大家混乱。好，那苹果肌在这个地方，那到底苹果肌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先讲清楚这个问题，苹果肌它不是肌肉，苹果肌它是脂肪。那这个苹果肌它的构成是由2层的脂肪构成，哪2层的这个脂肪构成呢？一个是浅层的脂肪，一个是深层的脂肪。这个浅层的这个脂肪就是所谓的皮下脂肪。这个浅层的这个脂肪呢，就叫做 medial cheek fat， 在这里这一区，这个是这一区这个浅层的这个脂肪呢，它下面有一个空间。我好像不小心，对不起，我们今天不是在帮医师上课，不小心又讲到了比较深的部分。如果今天你觉得你苹果肌比较大，你想要把它变小，我们要处理的，我们只能处理这个地方的浅层脂肪，而不是处理它的深层脂肪。这跟脸颊处理嘴边肉的概念其实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地方浅层脂肪可不可以溶脂？可不可以抽脂？其实是可以的哦。很多人说哇，它是很安全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脂肪溶掉，的确是可以把这个地方苹果肌的脂肪变小哦，是办得到的哦。还有第2种方式，除了如果你听一听很想用，可是你还是听到要抽脂要溶脂，还是会怕，还是会怕。我坦白说，这个地方你去打消脂效果很差，没什么用，溶脂效果会好很多。那但是你听一听，你还是不敢要溶脂，有没有办法？还有一个办法，用线。这个是溶脂以后的效果。那有些人听一听，我觉得可是我就是不敢溶脂啊，怎么办？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用拉线的方式。拉线呢拉线其实它运用超乎大家想象。一个懂得拉线变化的医师，它可以做到不是只有收紧，不是只有上提而已。像这一种如果比较大的话，它甚至可以把它拉得比较扁，拉得没有那么的大，这也是做得到的。所以这个线就是看我们怎么去拉。你要把它拉到把它上提，这是一个方式；要把它拉到比较扁，这也是一种方式。在于说我们路径要怎么去设计。所以苹果肌可不可以变小？是可以变小的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傻到去打苹果肌不是去打溶脂针。讲说去打溶脂针，因为打溶脂针其实它的在苹果肌这个地方，sorry，谢谢，它的效果其实是很有限的如果你要更明显，你可以要把溶脂直接在苹果肌这个地方。当然这个要对整个构造很熟悉的医师才做得到，要么就是用线去把这个苹果肌把它弄得比较没有那么的突兀，或者没有比较小一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好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
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